如果一个安全套没有品牌，它就是一个安全套。我们的年代到现在，我觉得也是购买安全套的80%到85%都是男性的。我们觉得以后的大趋势会女性为主，女性做决定。我们的年代的性教育是在我们的科学 science 里面，只有一面翻了就没了。大家都不谈，不谈不等于它不存在。性教育不能够跟性爱挂钩的。性教育也是有包括你的身体的结构但是我们就尽量不谈安全性行为这一篇，因为如果谈了之后，父母亲就会很反感。我把孩子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是我把孩子送来学校，你就把教育教好做好，为什么你要教他这些东西？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很多霸凌事件呢？这些一大堆，问题是学生们吗？我想要问是学生们吗？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是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你好，我是能杰，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好，今天来到开门见商的这一个老板呢，我跟他已经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啊。上次访问他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但没有想到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段时间呢，他的公司呢真是发展的很快。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知道 Care 这个品牌啊，那么这个品牌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保险套的一个制造商啊，其实它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性方面的产品。那其实 Care 呢，他们最近在市场上面的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个令人非常惊叹的1399% 的营收增长啊。那么最近他们也获得 Cosan 家族的这个战略注资，那这其实对 Care 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而且呢，也是它这个品牌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那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说 ，Care 它在打破传统避孕套产业的这个医疗防护的框架，而且呢，它也带给大家各种各样不同的关于性方面的产品啊。那究竟是哪些产品呢？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好好的聊一下啊。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Care 的创办人 Bom 林子峰。那希望呢，子峰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究竟在这个1000多% 的这个增长的背后，他的成功故事是什么？还有他接下来公司要如何发展呢？我们欢迎 Bom。Hello， 你好，能姐，谢谢你。终于可以跟你面对面的来聊天，是，真的很期待。因为之前请您来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音频的节目嘛，是现在有视频的节目。那你最近呢，其实公司正在做一个整个的品牌重塑，那所以我看到你的整个的 logo 好像也不太一样了。是，来先跟我们谈谈一下，为什么要来在这个时候来做品牌重塑呢？其实这个 Care 品牌安全套在马来西亚今年大陆了21年，我觉得它已经长大了。然后在这20年过后，中间这个20年是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包括疫情也好，战争也好，tariff 也好，那一些政治问题大方向都是出现了。我觉得好多朋友都几乎来说，他是认识我的品牌。如果我跟他讲是Care Condom， 他觉得好像很熟，但是不是什么不大清楚。然后如果我跟他描述它的包装的话，我明白，它是那个号码的那个安全套。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对也做错了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不认识我这个品牌，所以我在今年很大胆，虽然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我们的 marketing team、creative director、creative designer 全部都有，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瓶颈，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一边，忽然说改变不了，如何再把这个品牌推上另外一层楼。其实去年我们6月已经开始去招了好多的很棒的广告公司进来，希望说能够借用他们的方式跟方法，把这个品牌推去另外一个 level。所以你看，当时我放了一个在 social media 里面，它的 logo 是完全改去了，很年轻化，很简单，很直白的，就是你念得出它是一个品牌。OK，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里之外，我也打算营销部门这个棒可能会交下去给我的第二代，让一些年轻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去发挥她的强项。
我其实有更多的问题要来请教你了。那其实我们如果回顾啊，就是Care 这个品牌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的成长啊，其实是1399% 的营收增长，这个数字应该没有错吧？是正确的，1399啊，因为通常我在访问企业家的时候，大家如果能够有100% 或者200% 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你是1000多% 的成长啊，然后你也获得了这个 Cosine 家族的一个战略注资。那其实对你来说，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数字上面的成长，或者是注资方面，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Cosine 它是马来西亚首套4大天王之一哦 ，OK 就是那个 Cosine 是他们在去年2025年5月27号正式入股了我们公司，成为我们第3大股东。是，感觉上你们现在整个的品牌呢，从以前的一种比较医疗或者是医疗防护的感觉，现在变成一个所谓的 lifestyle 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感觉啊。是，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它背后的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其实安全套对于我们来说，这几年我们发觉它是一个红海市场。好多大品牌，好多大哥，包括英国的、日本的、欧美的。都陆陆续续都在马来西亚就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在想着如何能够突围，就是你如何能够去找出我们的一些差异化，所以我们开始在2年前已经把这个市场搬去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南海市场 ，OK， 就是女性市场。我们的年代到现在，我觉得也是。购买安全套的80%到85%都是男性的。只有15%到20%是女性购买，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那个方向去处理。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整个品牌 rebranding、restructuring、remarketing， 就是会以女性的方向作为目标。那其实如果是要针对女性的话，那整个的 marketing 它的方式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尤其是95后，就是 Z generation 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她们不喜欢或者是她们不要所有的品牌商产品是你们说了算，完完全全是没有她有一个自主权。OK， 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改为这一个市场的 strategy， 是我们觉得以后的大趋势会女性为主，女性做决定。所以我们这一次真的很大胆，整个 logo 都改掉 ，OK， 包括接下来可能在几个月后，你会看到整个包装都改掉，整个包装都要改变。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涉及到成本的部分嘛，对不对？是一路走来到今天为止，你在成本的控管上面有没有你自己一些比较有心得的部分呢？我们很幸运，真的很幸运，我们的供应商就是我认识他超过19年了。我的供应商，其实我的供应商就是我第3大股东的子公司，所以我们已经在控制在价格上，我们觉得还控制得蛮好，不随意的去调价。OK， 是。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要针对女性，然后还有现在的 Gen Z 年轻的族群啊，现在要面对这些族群的整个营销的方式，可能跟过去又很不一样，包括你的用色啦，还有你整个的内容，包括现在我们也看到说 TikTok 跟 Instagram 可能是主要的战场，跟过去以前我们要在 Radio 跟 TV 打广告是很不一样的哦。是。所以要怎么样子做到在这些社交平台上面，既不冒犯他们，然后又要非常的 subtle， 要非常的让他们感觉到说这个产品是适合他们的，符合他们的。哇，这个很考功夫吧？真的是一个挑战，这是我们2年前我也跟团队做，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市场的 target audience 转去女性，他们都不能够接受，那个是2年前的事情，所以直到去年他们开始明白老板所讲的，老板所要的方向，他们很快，尤其是 AI 到来 ，OK， 他们这一群团队拥抱到 AI 的非常紧。非常拿捏的非常好，他们很快就整个市场里面真的大趋势就从女性那边来
所以我们会180度的去把整个营销的模式都会改变。就刚才你讲的 TikTok 也好 IG 也好 Meta 也好，包括一些小红书都好，都会以他们的方向去切入，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案广告设计都是以他们站在一起。所以是希望这一次的 rebranding 能够和这一群的年轻朋友做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在营销的部分的话，现在大家也都在讲 AI， 你刚才有提到啊，那从 SEO 现在又可能又要转变成 GEO 啊。是。其实我在跟很多老板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追上这种各样不同的营销的手法的时候，有一点疲于奔命啊。你自己怎么样子跟上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转变的脚步呢？我觉得你一定要接受整个趋势的改变。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也永远站在那一边。当然，我们这种年纪可能会有点吃力，但是我的团队都很年轻，他们对 AI 这块都融合得非常好，我可以这么说。是，而且你要给他们足够的信任，对吗？对，你有蛮多老板是很难放手的。你觉得你自己是比较偏愿意放手的，还是你觉得是比较难放手的老板？我现在已经扩出去了，我已经扩出去，就是说刚才我开始讲的时候，我把营销这一块会交给我的第二代，就是女儿，让他们去 run 整个 show。所以有好多去年开始有好多的跨品牌配合新产品的R&D， 不是我说了算，是他们这一群 team 说了算。我已经完完全全就是让他们去做决定。当然，你有什么事情放心，老板永远在后面。OK， 好，我觉得团队非常需要这样子的老板啊，才能够放手去做啊。是。你自己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候他们做的一些决策，或者是可能在市场的策略跟规划上面，是你觉得有点疑虑的，然后你很想要去阻止，但是你最后还是忍住了，有这样的时候吗？有，我跟你说，尤其是我们这种70后的企业家或者是老板，我们自己本身会有一个 ego，比如说 example， 如果那个产品的设计师，我很喜欢蓝色，比如说我一定要蓝色，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团队为了迎合我，为了你是老板你说了算，我就推出蓝色。其实整个市场他要的是红色 ，OK， 所以我就翻船了。有好几次我很想要去 step in 要阻止他们，但是当我其中一个partner就跟我讲，老板你既然放手了，让他们去 try 一次。我觉得我们这一种的年龄，跟95后、00后那一群呢，是有一种代沟在那边。我觉得还是有年轻的去服务年轻的一群。有没有哪一些的案例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是蛮成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哪一些营销的策略，或是哪一个 campaign 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猫山王。OK， 猫山，但是在2024年，我跟太太在香港开会，跟代理商开会，然后就代理商的其中一个采购的 director 就跟我说：“邦哥，整個貓山王味道啦，馬來西亞貓山王咁犀利，就是說我們貓山王原產地，全世界原產地是在馬來西亞。”所以當時我回來就馬上在2個禮拜，我們就弄了一些 sample 出來。然後就還和一些馬來西亞的一個很著名的品牌商，大家聯名，就是 crossover。OK， 當時我推這個時候，團隊是很反抗的。他講老闆，我們的公司的 IP 跟 image， 你忽然間跑了一個榴蓮，好像太極端。我說不要緊，試一下。因為畢竟我當時我要的不是他的整個公司的 IP， 我想說是借用一些馬來西亞的特產，去把它變成了一個伴手禮。所以當時我們推出來的時候，我也跟團隊講，你給老闆一次機會，讓我去 try 小量的。就我們就用限量版去推。哎噻，我在2024年賣到爆單。完完全全包括好多好多的 retailer 都跟我追貨。我講沒了，我就是沒了，我就是從7月份賣到1月份就沒了。就是那一段時間，就是貓山王出產最猛的那個時候，我就推出來，然後就為了商家，我們去年2025年也來多一次，也是限量版，
也卖完了。OK 所以好多外国朋友来了这边，你懂了，我们去旅行都会把一些手礼拿回家，他就把那个套拿回去他们的国家。这一些广告是深入民心，而且是免费的。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品牌要进去另外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会事半功倍。OK， 说到进入另外一个国家，接下来可能我就是要来跟您聊一下，就是你现在除了在马来西亚之外呢，其实包括了像在韩国啊，是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我还没有收集到的一些国家啊。现在，不然先来请教您好了。现在除了在马来西亚之外，现在还在哪一些国家有销售 ？OK， 我们有做得非常好，在韩国 ？OK， 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越南。我们在 New Zealand 新西兰，下个礼拜我们会把第一组的货品运去美国。哦 ，OK， 然后我们在 Q2 会去 Australia 澳洲 ，Q2 会去印尼市场，今年会去菲律宾跟台湾市场。然后另外一个我暂时就不说。OK，所以在这2年到3年，就是到2028年，我会在最少15个国家。就像我们的好朋友大豆刘明所说的嘛，一定要出海嘛，是不能够局限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里面而已啊。但是要出海，可能在我觉得，特别是像您这样子的产业的话，产量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你之前你只要应付马来西亚的市场，是你现在要应付这么多的市场，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想把他们的产品从马来西亚去到国外每个人的梦想。对我来说，因为既然你能够把你的产品能够去到国外的话，就等于说在外国你的产品是有一个价值跟 value 跟 trust 的，你才能够在别的国家生存。所以当我们要做出国的时候，我在2021年开始铺排产品推出国外，第一个最重要的 supply chain 就是供应链，你供应链不可以断。第二个就是你的资金跟资源。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很欢迎 Croissant Holding 进来我们这边，就是Croissant Holding 的子公司就是我们的供应商。所以我们在生产线供应链是完全没问题，我才敢大胆的在2022就开始去铺排出海。所以当然 Croissant 进了之后，我觉得有这么大的集团在我们公司里面，资金资源他能够帮得上忙，所以这2个我们已经打通了整个 ecosystem 的话，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个品牌带去国外。其实拓展到国外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竞争，就是在国外的品牌这么多，那竞争也大，而且我们看到说，像中国的品牌，他们可能也削价竞争啊。是。你自己怎么样子看待这件事情呢？就是当大家都在丢价钱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变换多端的一个市场？是，因为东方国家可能我们都看到它很内卷，它就开始要出海，所以要出海的话，它可能把那个价钱压得太低。其实他们的成本就比起我们的成本都完全都以卵击石，没有的 fight 的。其实刚刚我们相反的是，我做品牌，我不单只是卖产品。如果一个安全套没有品牌，它就是一个安全套。所以当我踏入了搞品牌之后，反而在价格战我完全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OK。所以说。零售价也好，export 价钱也好，都是我们说了算。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要讲一下给线上的朋友听。以前当我要去一个国家，我很难拿到当地的所有的资料，包括它的market size 有多大，包括它的 target audience 是谁，包括它的渠道在哪里，完完全全是很难拿得到。但是因为 AI 来了，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拥抱 AI， 只有他们才可以把所有的市场分析得干干净净、赤裸裸。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其实这个 K 品牌去到那一个国家，你已经面对这么多大哥在那边，你又是谁？你能够做一些什么？所以真的很幸运，这个 AI 的风口到来，然后团队拿捏得很好。
所以 wish me luck。OK， 好，所以面对竞争呢，我相信 marketing 很重要，市场营销很重要，然后还有研究这个市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有 AI，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现在有这么好的工具，就要赶快去研究这个市场哦，看它适不适合你。然后其实我最近看到你们也推出了一个叫做微生物屏障，是避孕套，可不可以来说一下这个？这个是不是你来迎战市场竞争的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你的终极武器呢？不是，这个是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所研发出的，也不是我们单方面研发，就是和另外一间公司研发出。OK， 它是类似一些 antibacteria 的一些 formula。所以当时我在跟对方聊了之后，就觉得可以啊，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安全套里面。毕竟女性朋友呢，可能的身体架构啊，尤其是在下体的方面，都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菌之类的东西。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的话，同时间除了避孕也好，除了避免染上性病都好，同时间它能够把女性朋友里面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细菌，把它remove 掉或者杀掉之类，我觉得蛮不错。因为好多朋友都讲是做品牌差异化，差异化不是因为你换了一个包装，打了一个广告，这是叫差异化。我们觉得在我们公司的 R&D 是其中一个很强的 pillar。当他们想要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他真的是 deep dive 到受众群，就是 target audience。我要做一个产品是为了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其实大家在听你在分享榴莲口味的那一段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你们是一个非常会哗众取宠的公司，但是现在听起来又不是，是不是？其实你们是一家就是在研发产品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它其实要如何能够帮助到你的使用者。是，你们是一个佛心来着的一个产品，帮助很多人。也不好说，因为毕竟在我们的研发部的都是女性为主。OK， 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mindset说，我们把这个安全套这3个字先抛开。OK， 安全套到底能够帮助女孩子朋友的一些什么 ？OK， 就是从那一边的方向所切入进去，所以才会有这个 antibacteria 的一些附加产品啊，就是 add on value 在里面。OK， 所以其实保护了很多女性朋友。避孕还有性病传染的这个风险也会降低。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东南亚青少年性病的传染率还是蛮高的哦，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可能因为我们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的缘故，所以呢，可能大家对于使用保险套的这个观念可能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好哦，所以你要如何继续的来教育这个社会大众呢？我觉得你们公司在这方面好像也做了一些努力，对吗？其实很努力的去做这一块，因为可能是因为宗教问题，或者是政治人物问题，或者是教育的制度问题。所以你看，我们的性教育，我们的年代的性教育所谓是在哪里了？是在我们的科学 science 里面，只有一面，翻了就没了。所以你看那时候是很封闭的，不可以谈的这些东西，爸爸妈妈也说不可以谈的。你也不要问我你如何生出来，不谈，大家不谈，不谈不等于它不存在。尤其是现在已经去到 social media 这一个时代，年轻人都会自己去找。所以你看，这上几个月或者去年发生到好多事情。其实性教育，我们做了，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做，经过第三方进入学院，就是中学跟大学，都会以一个第三方的专家啊，性病专家也好，博士都好，都会进去跟同学们去分享。性教育不能够跟性爱挂钩的。性教育也是有包括你的身体的结构，你的发育是吗？你忽然间为什么会来月经？男孩子为什么会早起之类种种的，当一个比较专业的，我们都一直在做啊。但是我们就尽量不谈
安全性行为这一篇，因为如果谈了之后，同学们都会回去跟爸爸妈妈讲，哎，今天我们有上了一个特别的talk show，一个专业老师谈起这个性教育，父母亲就会很反感。我把孩子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是我把孩子送来学校，你就把教育教好就好，为什么你要教他这些东西？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很多霸凌事件呢？这些一大堆，问题是学生们吗？我想要问，是学生们吗？其实还是social media 吗？我觉得重中之重，反而这个责任应该丢回去给父母亲。我真的哇，听到你这么分享，我还是觉得蛮讶异的。已经2026年了，是，然后居然我们的父母还会认为说性教育的这个重要性，我真的蛮惊讶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全部的父母亲，对但是还有一群的父母亲是这样子，所以包括好多学员都说，我们尽量不谈这个课题。OK， 但是我相信，即便不谈，但你们的努力还是继续在持续下去，不会停。对，特别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会觉得说，现在可以用一些预防性的头药啊，像 PrEP 啦，那就不需要再戴保险套等等的。是这个观念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对吗？不正确，因为你避孕环是避孕的，你affected by 那个HIV 是 HIV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性病不止 HIV 一种嘛，是 STD、STI 一大堆，梅毒啦一大堆东西，是。其实刚才有提到说，在产品上面，要来帮助到使用者，或者是来帮助到消费者的这个部分呢，还没有哪一些你们在研发产品的时候，或者是在未来的公司的发展，会怎么样子去思考说可以未来更多的去帮助到消费者？因为我知道你们除了保险套的业务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业务嘛？那可不可以在其他业务的部分还来跟我们谈一谈？可以啊。我们是在2022年开始走路。我想要把 Care 这个品牌，它不单只是一个安全套或者一个保险套，其实我想把 Care 它是变成了一个品牌，它将来会有几个 pillar 在 under 这个 brand， 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 sexual wellness 的一个 ecosystem，就是说主打是安全套，接下来我们会有润滑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 soft toys 一些 massager， 然后还有希望说今年年尾会有一些 supplement， 说它是围绕在整个sexual wellness 的这个 ecosystem 里面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是 sexual wellness， 是，特别是保健品的部分，是这个可不可以来谈一谈？就是说保健品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产品或者是如果一讲到这个的话，以男生的角度去看呢，你是不是又做那种违禁品啊，什么？其实以我们的调研来说，能够做，它不是属于一个 V 品牌，一个 S 品牌，那个外国品牌那一种，男孩子吃了就会忽然间变超人那一种，不是。我们要做这个是它是属于一种 energy 的一些食品 ，OK 男女都可以吃的，这是提高你的 energy 的，是， okay， 它反而是一种保健食品，是，不是壮阳药不是， okay， 壮阳药是违法的，在马来西亚。那如果做保健食品的话，因为它又跟保险套的业务很不一样，保健食品的话，它可能还关乎到说你的这个食品的安全啦，是你的原材料啦，而且它要进入不同的国家，比如说你要去美国的话，是美国的 FDA 它的要求可能又更严格了，是又要符合不同国家的这个安全的标准，对吗？对，就一样啊。我们安全套一次去到每个国家都要申请产品注册，每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一样，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OK，所以说有少许的一点自豪说 K 这个品牌能够在韩国上架的话，他拿到那一个注册，就是经过韩国的 FDA 能够拿到是不简单，还有经济新加坡也是，所以暂时目前马来西亚的品牌安全套能够在这2个国家出现的话，我觉得暂时目前还是只有 K 这个品牌。
是 Care 这个品牌可以走到这么多的国家，然后还符合这么多国家不同的要求啊，我觉得你们的品质是没有话说的了，完全没问题。那但是在去了这么多国家，看了这么多市场，我相信会不会？我就直接问好了啦。有一些企业家呢，就看到哇，外国的月亮真的很圆，然后外国市场真的很大，然后就把总部就搬到了其他国家去。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也好，或者企业都应该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说是好多公司就当他在国外有了一个很强的市场之后，他们都会考虑把总公司搬去其他国家，可能是在税收方面，或者是在融资方面，那我是不大清楚。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我本身来说，我现在反而要做的这5年，就是如何把这个品牌变成一个品牌。至于会不会把总部搬去另外国家，我暂时来说是不会。5年后可能有机会我们再聊。你看我还没有在马来西亚，我反而是这样子说。我希望下次请你再来，不要再等5年了啦。对，上次跟这一次距离时间有点久啊。是但是也真的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公司 Care 这个品牌有一个这么大的跃进啊。接下来很像也有想要上市的计划，对吗？刚开始是有这个梦想，因为毕竟上市对公司来说，它除了方便能够有拿到融资，第二，它是因为肯定了它的公司的规模，第三，它是赤裸裸的把公司的账目弄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hanky-panky。第四，重中之重的是品牌。如果这个品牌能够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话，就等于说它的 brand 的equity 是很强的。所以之前我们这一个有考量着往着这个方向去。当然，之前有几个朋友问起说，因为有看到一些报道说你2030年就会把这个公司推上去上市公司，我讲本来是，但是现在呢，我反而觉得上市不是 Care 的一个重点。讲到融资，你公司的里面的账目品牌，如果我们现在第3大股东都有能力再 back up 我的话，我觉得我不一定要把它做上市，反而我要做的是倒回来归根到底，我就是要做个品牌。这个市场不是我打出来，杜蕾斯就是 Direct 在全世界都接近超过90年的品牌。全世界都有190多个国家，我们才那个3-5个国家，所以那个市场永远是在那一边。是说你怎样过去分一杯羹，是吧？你拿住的是马来西亚这么好的天然资源，乳胶，对，是这样子。听你讲，感觉上你是比较重视过程多于结果，而且我没有听错的话，你似乎也是希望说，借着上市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你的公司内部可以再次的去成长。是，最重要是投资者也好，我们的股东都好，最重要的是那一点是大家的理念是一样。你能够进来我公司成为我的股东也好，以后你要投入我们公司也好，你要收购我们公司也好，你永远要觉得我们只是为了这个品牌。对我来说 Care 它不会停留在 IPO， 它不会停留在 M&A， 还是停留在任何的地方。 Care 其实我想要把它做成一个传承。杜蕾斯有90年的品牌，但是它不是属于某些人，它是属于一个集团卖来卖去。我想说这个 Care 它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品牌，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品牌，是它是一个可以一直不断在进化的品牌。是。那接下来你觉得公司还会再继续往怎么样子的方向去前进，或者是说有哪一些的发展是你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在开始我们的5年计划跟我们10年计划，就是说要把归根到底品牌，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定位了，已经扎根了。问题是我如何能够把这个品牌这么好的quality 的一个安全套，把它去到其他国家，再去到其他国家，再去到其他国家。我们在这3年来，2028我们先巩固亚洲，接下来就去欧美。OK 但是计划有点打乱了。本来欧美市场我应该在2027、28的时候才进攻了，但是美国市场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出货了。所以希望说这个品牌能够去到美国的话，能够占了几个%的市场份额，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觉得把这个品牌再带回去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已经在美国可以生存，可以让当地的一些朋友购买使用再购买的话，你刚才讲的它的 quality 永远在那一边。我只要负责我的生意模式，其实我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进去，这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团队还很小，我很想，但也不可能马上一下子就1年做50个国家，那个饼是吃不下。OK 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的，一步一脚印的，很稳的去做。因为现在有了 AI 的话，我们就很稳的知道哪一个国家是我们要先去做。OK 是慢慢的来拓展你这个全球的事业版图是。虽然刚才已经讲说是最后，但是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要为年轻朋友来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的年轻朋友要创业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忠告或者建议可以给到大家？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坚持你们的初衷，坚持初衷，那个很重要。第二个，你要接受那个改变，包括现在的social media的 AI 风口之类。第三，你要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如果这3个的话，我们的心平气和去想如何把这个品牌或者服务或者产品做出来的话，我觉得这12个字我们可以的真的是深入的去了解它，然后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当然最后4个字今天早上写的就是拥抱 AI。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 Bom 林子峰，谢谢，我的荣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跟您这样对谈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谢谢。那我也相信现在正在听的朋友呢，肯定也是收获良多的。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